宋氏啊，你真是我们萧家村的大福星啊！村长与三叔公听到宋锦为全村人生计要开作坊，激动的老泪纵横，站起身来，要对宋锦弯身鞠躬。哎，村长、三叔公，你们怎么又来这个呀？宋锦见状急忙躲开。村长、三叔公见宋锦迅速躲开，不受他们理，只能作罢，只是转身便与萧家村的所有人说了长长一段铭记宋锦恩情，不能恩将仇报的一段话。众人临散前，宋锦又与村长、三叔公说起让全村孩子向萧衍之学识字的事。二老听了，再一次激动抹泪。萧衍之是小三元，原本开私塾教人，本可以收束修。虚时，大家伙欢欢喜喜散去时，赵钱也准备起身离去。赵兄别急着走，先陪萧某喝杯小酒，稍后几家一起吃年夜饭。言罢，不止赵钱，就是刚起身的宋锦都停下脚步，不可置信回头。我与赵兄只小喝一杯，不会影响腿脚，你放心。这话说的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二人并未和离，甚至感情很好。宋锦总感觉萧衍之留下赵钱有事，但是他没有证据。争冲片刻，一脸莫名其妙，转身去了厨房。刘氏见四小家伙终于不哭不闹，反而更加心疼了，不仅在萧衍之厨房煮年夜饭，还邀上徐氏一起扯布给三家小崽子们做新衣新鞋。萧衍之见宋锦进了厨房，让萧大郎在院子里摆上4方桌，等赵钱坐下，又斟了一杯酒推到赵钱面前。赵钱同样有种直觉，萧衍之是有目的性留下他，坐下并不喝酒，也不主动说话。赵兄这是防着萧某不敢喝。萧兄何出此意啊？逃荒一途，萧某诚心当赵兄是兄弟，赵兄仗义相助萧家村，萧某也铭记于心。不过萧某觉得赵兄并未诚心相待，不如让萧某来猜一猜赵兄身份如何。阿二、阿三、阿四应该是赵兄的死士，能被培养出斥候本事的死士，其主人非富即贵，且赵兄对弩箭与新粮食如此上心，若不是胸怀大志的将门虎子，便是流落在外的皇室公孙。萧衍之刚说到这里，锵锵锵，阿二、阿三、阿四已经抽出短刀，剑拔弩张。不过赵钱适时抬手阻止了阿二他们。萧兄继续。萧衍之脸色丝毫未变。20年前，一代贤后产下狸猫，当日被赐予白绫含冤而死。赵兄莫非是那只狸猫？赵钱忍不住拍掌，叹息笑了。哼，萧兄当真适合朝堂。赵兄相助萧家村有恩不错，害得萧家村不浅也是真。赵钱的身世一旦被朝廷得知，注定腥风血雨。萧家村人日后要么富贵，要么一个也别想活。你最不该的是新月的。赵钱不仅身世被拆穿，心思也被直接抖出来，感觉被人狠狠打脸了一般，神情骤变。我也是男人。萧衍之见赵钱脸色，更笃定自己没有猜错。阿锦很适合我。赵兄觉得他适合你，可你未必适合他呀。我给赵兄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赵兄可以去向他表明心意，倘若他拒绝，请赵兄离开吧，回到属于你的地方，给萧家村人一条活路。其实萧衍之说出这话时，心里头也没有底，他这是在冒险，赌输了，宋锦就此与他没有干系了。好，萧兄是君子，赵某最喜欢与君子交友，即便阿锦最后选择萧兄，赵某也无怨言。赵钱的身世太优秀了，身世一旦暴露，成功回去皇宫，不知有多少女人趋之若鹜，想成为他的女人。若是赵钱坐上那个位置，谁不想当他的皇后呢？赵钱也想赌一赌，他早晚都会对宋锦表明心意的，何不趁着宋锦与萧衍之和离之际，胜算更大。这杯酒我接了。赵钱端着酒杯一饮而尽。日后若用得上萧兄，还请萧兄鼎力相助。萧衍之若是进了朝堂，将来或许会成为助理，这种助理赵钱可不会留给他人。若日后真有用得上萧某的地方，萧某一定倾尽全力。
宋锦端着饭菜从厨房走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赵钱离去的背影。赵公子不一起吃年夜饭吗？赵兄临时有事回去了。赵钱则回到村委自己屋内，站在窗边失神。爷，虽然萧衍之对他们爷下战帖让他很不爽快，万一宋锦同意做他们爷的女人，可怎么办啊？赵钱从衣襟里掏出一对龙凤双配，握在手中。你说他会答应我吗？爷，我不知啊。完了呀，龙凤双配是他们爷母后的遗物，他们爷说过，只有将来女主人才有资格得到龙凤双配。他们爷这是真打算让宋锦做他们女主人了。年夜饭后，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，四小家伙看见时乐坏了，纷纷冲到院子去玩雪。哎，这雪下得好呀，接下来应该会有好收成。雪花整整飘了一个晚上，等到初一晨时，屋顶覆盖了厚厚一层积雪，害怕房屋会倒塌，村里壮劳力组织起来，爬上各家屋顶去铲雪。姑娘们则拿着扫帚与铲子扫雪，从村口老井边一直清扫，准备清出一条干净的路来。沈玉有心改变自己形象，也参与了扫雪，可是他这次做梦也没有梦到新村那8个娶不到媳妇的混子会闯入狠黑村，当众将他爆了轻薄。不止他一个，村里的6个扫雪姑娘也遭了殃，全都被爆了轻了。沈玉尖叫连连，死命挣扎。救命啊！姑娘们也一阵阵惨叫呼救。宋锦娘家人赵钱22听到村口传来惨叫声，吓得冲出屋奔到村口。当看见6个混子正各抱一个村里姑娘压在雪地上猛亲，其中2个抱着沈玉在猛摸，22他们还没跑近，直接就要抽刀。先别杀！混子是该死，可现在不是逃荒，不能随意杀人。先捆人。赵钱也出声阻止，他是可以无所顾忌杀人，但是萧家村人是泥腿子，若是22他们将人杀了，不说他会提前暴露，村里也要惹大祸。老井边的动静实在太大，村长三叔公，村里所有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后面也赶了过来，就连腿脚不便的萧衍之也被萧大郎背了出来，坐在椅子上。哎，凑温的混子呀，这是要毁了咱们村姑娘啊！古代女子很讲究名节，未嫁人之前被人摸了抱了亲了，要不是让对方负责娶回去，要不然就只能远嫁他乡，嫁官夫。这8个混子什么心思已经昭然若揭。该死的混子，毁了我闺女啊！这可咋办呀？闺女啊，你这啥命啊！逃荒一途，姑娘们都清清白白的过来了，哪里知道落户安定，反而名节被毁了呀！沈玉的祖父祖母赶至，看到沈玉衣裳凌乱，6神无主瘫坐在雪地上，二老是白眼一翻，差点双双晕倒过去。玉姐儿啊！冯氏心疼地将沈玉抱在怀里，其他姑娘的爹娘看见自家姑娘被轻薄，也是抱着闺女一阵哭天抢地，气不过时直接抡起竹肘铁铲冲过去，对着8个混子又一顿毒打。8个混子被打得嗷嗷叫，可是他们丝毫不惧。别打了，你们姑娘我们一个不少全娶回去，当姑奶奶供着总行了吧？我不要嫁他，我不要嫁混子！他不明白，她是井里女啊，这次为何没有做梦遇井？而且她被轻薄的一幕，好死不死被赵钱与萧衍之都看见了，这让她怎么办呀？她不要嫁给恶心混子，她要嫁赵钱，她要当皇后贵妃。宋锦也不明白剧情怎么变成这样了，书中并没有混子轻薄姑娘们一事。赵大哥，我不要嫁混子，我还是清白的，你娶我好不好？哪怕是给我一个妾的名分也好，只求赵大哥救救我。即便是赵钱的妾，将来也是嫔妃。你说什么？赵大哥，我不要名分也可以，做
你势必也行，只求你救救我不要嫁混子。赵钱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，有些慌乱看向宋锦，他都还没有向宋锦表明心意，沈玉这是给他惹麻烦。沈玉等了半天也没等到赵钱答应，反而看到赵钱神色慌乱，看着一边的宋锦一阵绝望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看中的2个极品男人最后都爱上宋锦。赵大哥，我真的还是清白大姑娘，求求你收了我，势必也行。你找别人收你吧。而他说出这句，其实也在暗示旁边还有一个男人值得沈玉去求。沈玉是瞬间秒懂了，这别人除了萧衍之还能是谁？沈玉不想放弃赵钱，可是又怕赵钱坚持不收他。姐，求求你让我做衍之大哥的妾吧，我不能嫁给混子，更不能远嫁官夫，求你让衍之大哥收我。宋景正想着事情想得出神，突然听到沈玉冒出吓人的话，不免怀疑自己听错。萧衍之差点被赵钱气死了，他觉得赵钱是故意的，故意报复他下战帖之仇。萧衍之害怕宋景一时嘴快给他塞小妾，我萧衍之一夫不娶2妻，更不纳妾。衍之大哥，他想不通为何赵钱与萧衍之都不要他，他都卑微到尘埃，甘愿做妾做侍婢了。玉姐儿，你还要作践自己到什么时候？扬手狠狠啪一个巴掌落在沈玉脸上。回去就把你嫁给官夫。爷爷，我不要嫁官夫。沈玉不愿走，但沈老爷与冯氏这次是铁了心，硬是拖着他离开。宋景看着祖孙3人离去，眸光冰冷，盯向8个混子。姑娘被轻薄一事，我建议报官。不能报官了，报官要去县衙对簿公堂。姑娘家去了县衙，名声才是真正的毁尽了。宋景很想骂一句无知，可是这里是古代，古代女人宁愿死也要守名节。8个混子听到宋景让去报官，当真被宋景的狠绝吓了一大跳。可随后听到村长的话，吕大才是乐笑了。把我们几个放了，回头我们聘礼还能给多些，否则什么？你再往下说句试试。阿尔直接抽出短刀，刀尖指着吕大才的裤裆，让你们全部断子绝孙，信不信？别！他们应该是受人指使，若不是他们村长，就是背后有人。宋景也怀疑8个混子如此有恃无恐前来不简单，很明显是蓄意的。把这群狗东西押到我村尾房子去。杀不得，报官不得，让这群王八犊子生不如死的毒药，宋锦多的是。押到我那边，由阿尔他们去审，别弄脏你房子。这件事除了村里人知道，就剩这8个混子知道。既然不能报官，为了姑娘们，咱们全村人只有烂在肚子里了。至于8个混子，我们会处理好，只是姑娘们回去要安抚好，看好了。宋锦就怕姑娘们想不开，觉得自己脏了，自个儿闹自杀就不好了。我会叫村里人把事情烂在肚子里。村长一句话落下，姑娘们这边安抚工作便由村长三叔公去解决。宋景、赵钱、萧衍之这边则审问收拾8个混子。吕大才8人被丢进赵钱的院子。你们想做什么？知不知道我们有人罩着？我告诉你们，得罪了我们身后的人，不要说只是几个姑娘，你们全村人都别想在狠黑村住下去。此话一出，其实与交代没区别了。看来你们身后的人来路不小啊，居然还有这个本事，让我们住不下去。阿尔刀背先是拍拍吕大才的脸，随后刀尖一划，老实交代，否则让你们全部断子绝孙。切，说出来能吓死你们。陈地主家知道吧？永福县最大的主，邱县城的岳丈。妈耶，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主呢，原来只是一个地主啊，好大的威风。说，
那个狗地主为何让你们来轻薄我们村姑娘？不老实交代，我不介意让你们眼瞎耳聋，成哑巴。你们想在狠黑村落户，却没去陈家拜码头，陈地主生气了，吩咐我们来提醒提醒。陈地主家不仅有钱，产业涉及酒楼、酒肆、粮铺、客栈、赌馆、当铺等。陈地主还饲养了上千打手，并且有县城撑腰，在永福县可谓是横着走。把他们废了，扔回新村去。对付陈地主这种恶霸，只有手段比之更狠。至于为何要废了8个混子，自然是不想村里姑娘们被轻薄的事传出去，另外也是给陈地主回句话，能逃荒活下来的又岂是好惹的。而他们早就想动手了，听了命令，根本不等吕大才他们反应，几人就卸掉8个混子的下巴，随后全都是一刀割了舌头，废了手筋脚筋。大年初一，8个混子染了血，宛若8条死狗堆在板车上，被扔在新村路口。狠黑村的原村民见状，宛若见鬼，吓得尖叫。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们2个老不死自己走。被轻薄的其中2个姑娘，一如宋锦预料，寻死觅活，拿剪子闹着要自杀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沈玉的祖父祖母收拾包袱，要带着沈玉离开狠黑村，打算去其他府城定居。离开2个男人，她如何做首府夫人？如何做皇后贵妃？爷爷，我不想走。这刻，她很想大声告诉自己祖父祖母，将来赵钱会成为皇帝，萧衍之会成为当朝首辅，是天底下最优秀的2个男人。玉姐儿，你就这么作贱，要给人做妾作婢，甘愿一辈子伏低作小？外头随便一个男人都胜过你看中的2男人1000倍万倍。你看中的2男人，一个残废，一个猪油蒙心，除了长了一张好看的脸，有什么值得你如此作践自己？萧衍之没来沈家，所以没听见这话。赵钱闻言，脸色瞬间阴沉，而他们脸色也很难看。他们爷在他们心中是最好的，被人骂猪油蒙心，换谁听了谁不爽快。宋锦听了也忍不住扶额，心疼沈玉2个呼吸。赵大哥！赵钱本想转身便走，但念在结识一场，你跟你祖父祖母离开萧家村吧，别的地方或许更适合你。他是不可能收沈玉做妾的，萧衍之也不愿意。沈玉在萧家村名气已经烂臭了，若不想嫁官夫，只能远走他乡。赵大哥，你让我离开。言尽于此，赵钱不想再说什么，转身头也不回，直接离开了。村长三叔公本想开口留下沈家祖孙3人，但最后叹息一阵，站了好一会儿，什么也没说出口，也走了，去了别的地方。沈玉被轻薄一事就不会有人得知，将来沈玉指不定可以高价。最后只剩下宋锦与娘家人留在原地。他作为萧衍之的岳母，都没骂过萧衍之是残废，背后道人长短，他很不屑。爹娘，你们先回去。那你快点回家。于是宋锦与沈玉相隔了7步距离，相对而立。锦姐姐，你也是让我离开吗？我能猜到你心里此时想什么，无非是觉得萧衍之与赵钱不收你，都是我存在的原因。可是你不从自己自身找问题吗？不是我看轻你，你离开后若是还这么自甘堕落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下去，你最后结局还是一无所有。看在都是女人份上，我送玉妹妹一句话，希望你谨记：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；你若成无，凤自来栖。说完这话，宋锦也转身走了，背影傲立，光明晃耀。你若成无，凤自来栖。看着宋锦渐渐消失的身影，呈现的眼泪落了下来。沈玉离开了，任谁都没有想到，最后是宋锦几句话令沈玉想开了。临走前，
沈玉留下了一幅画，画上绘的是木鼠所在地。赵钱收到沈玉的画后，没有说什么。爷，何时动身？石发连弩、新粮食两者都有了，他们爷真的可以回去那个地方了。急什么？眼下还不够乱？还不够乱？北方极寒，东边蜀群大军，西北镇没了，中州府成了独地，这还不够乱？阿尔觉得他们爷不愿意离去，是因为宋锦。宋锦果然是trou颜祸水。关在自己房内的宋锦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压根不知阿尔背地里埋怨他，正做策划与绘图。娘，你坐水水旁边。水水很聪明，他没有让爹娘紧挨着吃饭，而是让爹娘坐对面，如此爹娘抬头不见就能低头见了。行吧，坐你旁边。宋锦一点也没有感觉座位有什么不对，至于水水仍喊他做娘，他想过阻止让四小家伙改口，可想到让四小家伙改口喊他阿姨，感觉又有点怪怪的。最后他也不知该让四小家伙喊他什么，索性也不管了。娘，您吃。木木见水水如此表现，也从桌上陶盆里抓起了一个最大的红薯，递给宋锦。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学舞吗？我可以教你，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，我下手挺狠的，才不管你几岁，更不管你是谁。木木闻言直接怔愣住了，娘是说要教他学武功？宋锦转过身，将手中的图纸递给娘家大哥二哥。大哥二哥，你们会做木工，这些活就交给你们做了。说起这事，宋锦觉得娘家人有点奇怪，娘家人不仅会武会打猎，木工瓦工泥匠似乎许多活儿都会做。放心小妹，这轮椅我能做出来。二哥宋祥也打开体育设施图认真看了起来。小妹，这个活儿简单，包在二哥身上，一定给你整得漂漂亮亮。那辛苦大哥二哥了。前世他是独生子女，可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想穿书过来，平白多了2个哥哥。晚饭结束后，萧衍之很想张口留下宋锦，让宋锦单独向他学写字，但是他知道现在不是心急的时候，只能任由宋锦回去隔壁。唉，他们真要愁死了，他们娘似乎一点也不知道爹的心思啊。水水，要不咱们告诉娘亲，爹心里很喜欢娘的，好不好？不好，爹爹说了，不许我们打扰到娘亲。哎，可是爹爹这样啥时才能把咱们娘娶回家？我有办法让娘知道咱爹心思啦。丢下话，也不管另外3个懵掉的笨小孩，奔进东屋。爹爹，水水还不想睡，您能教水水画画吗？水水想给娘亲画一幅画，然后送给娘亲。怎么想起画你们娘啊？但脑里莫名闪现一幕幕那些让他记忆深刻的画面。行吧。言罢，萧衍之拿出了新纸、文房4宝，然后研墨绘画。然而他一下笔就收不住了，一张接着一张逃荒图上有关宋锦的画卷渐渐生成，有他生气朝他扔水囊的画面，有他像一道光救木木的身姿，有他为救娘家人头也不回决绝背影，有他肩挎弩箭手提短斧一身染血伫立几百狼尸中飒爽英姿。一张接着一张画卷包含着一个故事，故事美到萧衍之停不下笔。等到他停笔时，才发现不知不觉已到子夜。4小家伙早已在炕上呼呼大睡。爹，您画好了？你故意让爹画你娘，其实是想将爹画的画给你娘，是吧？爹会努力把你们娘再娶回来，但你们真不要给爹添乱。而且表明心思这种事，他不想假借孩子之手，他想自己来。可是水水想说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没有可是，记住了，你们还小，大人的事儿小孩不要管。
小恩人。吴氏还没下马车，一眼认出了宋锦，实在是宋锦一脸斑点，实在太好认了。周大夫、老夫人，欢迎大驾。心里明白吴氏是想来报恩，他心领神会，没再矫情，与周大夫和吴氏随意寒暄几句，便将二人带去萧衍之的屋子里。这位是大夫，来给二郎治腿伤的，太好了呀！半刻钟后，周大夫进去东屋给萧衍之看腿，宋锦就在堂屋款待吴氏，说款待也不为过。在外人眼中，吴氏喝的是井水，其实喝的是灵泉。哎呦，这4个小崽子长得也太惹人疼了吧！哎呀，2个女娃长得可真像小恩人呐，瞧瞧这眉眼弯弯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2个男娃一定长得像他们爹吧？哟，瞧他们模样，他们爹一定长得很好看吧？宋锦闻言哭笑不得。老夫人，你看差了，他们4个其实是河边捡来的，没人知道他们爹娘是谁。啥？我瞧这2女娃长得跟你挺像的呀。4小家伙听到吴氏说他们长得像爹娘，高兴坏了。虽然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爹娘亲生的，可是他们喜欢听别人说他们长得像爹娘。真的吗？我与娘长得像啊！哎呦，这小女娃实在是太可爱了。没错，你与小恩人长得最像。或者说是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当吴氏相同的话3次出口，赵钱真的没忍住，转眸认真打量4小家伙。而他越看越觉得木木与水水眉眼确实与宋锦有些相似，锦锦与火火也越看越像萧衍之。要不是知道4小家伙是萧衍之捡来的，与萧衍之和宋锦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他都忍不住怀疑自己眼睛出了毛病。堂屋那边气氛愉快，东屋这边却气氛紧张压抑。给萧衍之摸腿骨的周大夫一直深眉紧锁，旁边的萧大郎、村长、三叔公紧张不敢说话，就是萧衍之也沉默不语。大夫，二郎的腿还能不能治啊？周大夫抬眼看向萧衍之，见萧衍之容貌不凡，并且屋内还有书案与文房4宝，忍住没当场说实话。这个真不好说呀。他是真的不忍说萧衍之的腿不能治，因为他发现萧衍之是粉碎骨折，骨折块压迫导致的瘫痪，而当下还无人有这个本事能将腿内粉碎的骨折块复位。这不好说的意思是有治好的可能吗？具体的我出去与小娘子说。道了一句，周大夫便离开东屋，出去找宋锦。周大夫，去老井边说。娘家人赵钱、嗷二他们都在院子里，目前他不想让谁知道他会外科手术。原神本来一无所长，如今因为他一日之间不仅会武，还会制弩箭，又会医术，要是再会整个大号都无人会的外科手术，娘家人一定起疑的。将周大夫带到村口老井边，确定无人听到二人谈话后，周大夫，你给他摸骨后是不是发现是粉碎骨折？没错，不少粉碎骨块，我若没摸错，至少有6块骨块，右腿2块，左腿4块。我正是想告诉你这事儿。那周大夫能治吗？我无能为力，不过有其人异士能治，也不一定啊。不用什么奇人异士，周大夫你能治。等会儿劳烦周大夫回去对所有人说，这腿你能治。只要周大夫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日后我可以传授周大夫动刀手术。宋锦会如此慷慨，是因为书中提到过，济世方是大号3大药铺之一，以后他的作坊要靠济世方，那么传授济世方外科手术算是加入济世方的敲门砖。但由周大夫不明白什么叫手术。我说的动刀手术就是将二郎的皮肉割开，再将骨块复位固定，等骨块复位之后再进行缝合皮肉。皮肉割开？你的意思，你相公的腿伤你其实会治，你不仅会治，还能将这医术传授给我？
你既然能治，为何还要以我名义啊？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会这种医术，给人治病太累了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种种田。这可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啊！周大夫傻眼了，不敢相信有人拥有惊世医术却想藏掖，并且嫌累的。我不需要名气，名气就留给周大夫，所以还请周大夫替我隐瞒。周大夫很想拒绝，可是宋锦真的戳中了他的软肋。行医多年，他也希望自己医术更进一步，更希望天下人知道他的名字。行吧，我答应了。不过你确定自己不会闹出人命？别到时出了事让我背呀！周大夫放心，治腿前我会让二郎签契书，生死与你无关。而且日后我若传授你医术，你出师替别人手术，也必须要病人签了契书才可以给人动刀。哎，你这点子不错。那初6给二郎治腿，就借贵宝地一用。为了表示诚意，周大夫可以看我如何手术治腿的。言罢，二人算是一拍即合。事后，宋锦又教周大夫如何准备除菌房，事无巨细交代清楚，才让周大夫回去东屋告诉萧衍之消息。周大夫忍着嘴角抽搐的冲动，你的腿也不是不能治，就是只有40%把握，你敢不敢试啊？宋锦说的是10%把握，但是之前他已经表现出没治的表情，把话说满就引人怀疑了。是，即便1成，我也要试。他不想再残着双腿了，他只有站起来，才能走到宋锦面前，亲口告诉他的心意，不是像个老小孩看到娘家院子晒着满满的中草药与香料。小恩人，这些晒着的都是草药吗？左边这些是草药，右边是香料。啥是香料？就是可以做成各种美食的香料，不同的配方煮出来不同味道美食。大号没有成品香料包，唯有有钱人与酒楼才买得起海加调味。吴氏正是吃海做菜这类人。老夫人，今日你与周大夫留下来吃顿饭，晚些再回去，我亲自用香料做一顿美食让您尝尝。美食？真的吗？哎，好啊好啊，老身最近吃啥都没味道。老天爷，这个真是猪肠子！吴氏吃了一块卤大肠之后，忍不住怀疑自己吃的是假猪肠，否则口中的卤大肠为何没有骚味，还好吃的让他想吃3碗饭。周大夫尝了一块扇子骨，这道菜应该是撒了孜然，好吃。赵钱与萧衍之几乎是同时对着香煎豆腐下筷子，两个男人都很好奇，宋锦用黄豆做出来名叫豆腐的美食到底是什么。等两个男人尝了之后，香料作坊可以做。两个男人说完这话，都意外抬头看向对方，随后二人眸光如针尖对上麦芒，暗暗较上劲了。阿锦，香料你有想好怎么卖了吗？我准备元宵灯会摆摊卖香煎豆腐与卤大肠，先让百姓们知道香料是什么。要让百姓记住香料，我们可以给各种不同配方的香料取名字，比如卤猪肠的香料与烤羊肉的香料两者不同，分开纸装，分开取名。至于取名与写字，这些我来帮你。这个可以啊，我正愁苦这个。赵钱看着萧衍之3言2语就抢去一个活儿，也不甘示弱。阿锦，我与22几个闲着也是闲着，摆摊可以叫上我们几个，脏活累活你可以随便差使22他们。这个是未来皇帝，差使他帮忙摆摊，他可不敢。若是日后传出什么赵钱摆摊卖皮相乱七八糟的话，满朝文武会不会把他剥皮抽筋啊？赵兄如此俊朗，且为娶妻，你不怕去了街上被女人生扑？赵钱已从阿二口中得知，宋锦之前嫁给萧衍之就是生扑的。萧兄放心，萧兄所说的事应该不会发生在赵某身上。小恩人接下来是打算做香料买卖，元宵要去永福县摆摊吗？这个好，我儿子应该可以帮小恩人弄个好摊位。还没等宋锦回答，
又转身对家丁阿石吩咐道：“阿石，小恩人接下来要磨香料，应该要很多石磨和石冲。你明日让卖石磨石冲的掌柜送东西过来。”吴氏决定了要与宋锦结交，所以想出力帮助宋锦。宋锦听见吴氏对阿石吩咐，哪能还不明白吴氏结交他的心思？那摊位与石磨石冲的事，就劳烦老夫人了。周大夫想到日后宋锦要教他动刀手术，宋锦算是济世方的人了。济世方有各种香料草药，你若需要可以去济世方买，不用担心货源会断这个问题。太好了，多谢周大夫。一日之内，不仅摊位问题解决，连原材料的问题也给解决了。宋锦实在乐疯了。天近黑时，吴氏临上马车准备回去时，塞给宋锦4个红枫和1对玉佩。阿琴，4个红枫是给4个小崽子的，这对玉是给你的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相识一场便是缘，而且你还救了老身一命，东西你可要收下。宋锦看到手上的玉佩，很想回拒了，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手中的玉佩莫名颤动，接着宋锦就感觉握着玉佩的右手掌心莫名发烫。宋锦被突然滚烫的玉佩吓了一大跳，不明白玉佩怎么会发热，不过他莫名有种奇异的感觉，觉得玉佩也许与空间有关系。为了研究原因，他收下了红枫，也收下了玉佩，然后送走了吴氏与周大夫。宋锦回到房中，就迫不及待进入空间，摊开了掌心，一如预料，玉佩瞬间被空间吞噬，直接从他手中凭空消失了。随后右手掌心多了一道白光云纹，白光云纹在掌心闪现了几下，就隐没了起来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升级？宋锦欣喜抬眼打量空间，可是很快就发现空间并无改变，林田、大山、瀑布还是原来的模样，没有一丝变化。难不成是时间流速骗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当即又出了空间，回到房中自制2个沙漏，一个放房中，一个放空间，进行对比。宋锦在空间里整整等了2个时辰，再出空间回到房中，结果惊喜发现，空间的沙漏内沙子流了4次，房间的沙漏内沙子堪堪流完。果然是时间流速，而且还是4倍流速。空间时间流速是外面的4倍，意思就是空间4天，外面才过去1天。不过这样的话，在空间住着，岂不是老得飞快？逃荒时他还想着住空间里，如今想到4倍流速，是打死他都不敢在空间里头住了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20岁的姑娘走进空间，外面仅过去10年，姑娘再从空间走出来，却变成了一个满脸沟壑60岁老婆婆，这谁敢住啊？但是4倍时速也有好处，比如种田养殖。空间应该种些什么好呢？4日辰时，宋锦去隔壁东屋给4小家伙送红枫，手里多了2竹罐新制牙粉与牙刷。娘！当4小家伙看见宋锦第一次主动上门，瞬间乐疯了，一个个哧溜下坑，想冲过去抱住宋锦的双腿。可是4小家伙想起自己爹爹交代的话，跳下地又生生忍住，一个个赤脚站在炕边，眼巴巴求摸头的模样，等着宋锦进屋。宋锦进屋后，看着4小家伙站在炕边，光着脚丫，压抑激动的模样，心口莫名被什么撞了一下。我过来主要2件事，第一件事是吴婆婆给4个小家伙4个红枫，第2件事是我做了牙刷牙粉，给你们与大哥大嫂家刷牙用。说完就走向书案，打算放下红枫与牙刷牙粉就离开。先别急着走，我有东西给你。等他主动过来真的太难了，
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机会，萧衍之一刻不愿意错失，俊脸红得滴血，递给他厚厚一卷画轴，轻咳两声道：“给你。”他原本想将画卷藏起来，可是画能藏，心却藏不住。他每时每刻都想让宋锦明白他的心思。这是什么？你回去再拆。他既期待想看宋锦看到画卷的反应，又矛盾担忧宋锦会一时冲动当场拒绝他的心意，所以想让宋锦自己回去冷静下心再看。水水一眼认出爹爹递给娘亲的是画，狡黠大眼睛转了转，决定帮自己爹爹一回。他急忙跳出去拿起一支牙刷。娘，这个是什么？长得好怪呀！宋锦听到水水的声音，是当即就将画卷的事抛之脑后。这是给你们几个刷牙齿用的。刷牙齿？娘可以教水水刷吗？娘不教，水水不会刷。娘火。宋锦看着四小家伙一脸乞求的模样，最后于心不忍，使四个一起满足了。半个时辰后，等四小家伙全部学会怎么刷牙，他才拿着画卷回娘家去。出于好奇，回到房中，他就解开了绑着画卷的布带，打开画卷。可当他看清厚厚一沓50-60张画卷上画的人物全是自己，大脑一阵轰鸣。萧衍之做的每幅画，主角人物不仅全是他，背景隐晦角落都画了一颗红豆，红豆有寄相思之情。若是他还不明白萧衍之这是什么意思，那只能说他傻了。什么鬼？他喜欢我？他真的被萧衍之吓得不轻，不明白哪里出了错误，更不明白萧衍之这个男主为何不去喜欢女主，反而喜欢上他这个女配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他喜欢上我？宋锦这边心烦意乱，萧衍之那边也紧张不已。这刻的他简直比科考时还要煎熬。宋锦会装作不知道他心思，还是拒绝他？